大家好，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。前面的视频，我向大家介绍了萤火虫航天的 Blue Ghost 探测器。今天咱们简单的聊聊 NASA 的 CLPS 计划，也就是商业月球有效载荷服务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——直觉机器公司的 NOVA-C 探测器。NOVA-C 其实是 Blue Ghost 在 CLPS 中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。Blue Ghost 在 CLPS 中的另一个重要竞争对手是航天机器人公司的有损号探测器。该探测器的首次任务在2024年的年初由首飞的火神半人马座火箭成功发射，但任务后来由于燃料泄漏而失败。而 NOVA-C 相比之下则要幸运得多。2024年的2月15号，首艘 NOVA-C 探测器奥德修斯号使用猎鹰9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，这次任务的代号是 IM-1。2月22日 ，IM-1 成功的着陆月球，这是美国制造的航天器继阿波罗17号任务之后50多年来首次成功的在月球表面软着陆，也是私人公司首次成功的在月球表面软着陆。不过，奥德修斯登陆月球时的姿态并不完美。事实上，着陆月球的奥德修斯出现了大约30度的倾斜。好在探测器上的设备工作正常，基本完成了预定的实验项目。从外形上看， NOVA-C 探测器显得比 Blue Ghost 要高挑一些，直径是2米，高是3米，带有6个着陆腿。它的发射质量是 1.9 吨，运载能力则和 Blue Ghost 相当，都是100公斤左右。根据公开的信息， NOVA-C 具备在月球表面着陆后能够通过执行垂直起飞、巡航和垂直着陆等动作，将自身再次着陆到不同的位置的能力。而它的2个竞争对手，也就是 Blue Ghost 和有损号上，则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。说起寿命， NOVA-C 能在月球上工作1个月球昼，也就是大约14个地球日的时间，这也和 Blue Ghost 和有损号是相当的。在用途上， NOVA-C 也是被用来当作未来月球基地建成后地月间单向快递工具使用的。有了 NOVA-C、Blue Ghost 和有损号这3个快递工具， NASA 在阿特米斯计划中的选择余地就大了很多。北京时间2025年2月27号， NOVA-C 的第2个探测器雅典娜号发射升空，本次任务的代号是 IM-2。根据计划，雅典娜将在3月3号注入月球轨道，3月6号着陆月球的南极附近。在月表着陆前，雅典娜会先部署一个月球通讯卫星，用来促进着陆器和地球之间的通信。而本次任务的工作重点则是寻找月球南极的水冰，并评估其数量。为此，雅典娜号上专门配备了由冰钻和质谱仪组成的有效载荷。此外，雅典娜号还携带了 MAPP 微型探测车，这就使得雅典娜的探测范围大大增加，能够前往月球南极附近马斯顿陨石坑的永久阴影区进行探测，而不用担心由于无法接收到阳光导致着陆器自身的电力匮乏。除了 MAPP， 雅典娜还携带了一个名为 Micronova 的微型跳跃式探测器。着陆之后， Micronova 将从雅典娜上分离，独立运行。它能帮助雅典娜探索甚至连 MAPP 也难以到达的区域，就比如月球表面的极深的陨石坑，从而进一步增强雅典娜寻找月球水冰的能力。更为有趣的是，不同于以往使用 UHF 通讯，本次任务中着陆器和 MAPP Micronova 之间的通讯将使用 4G LTE 网络来实现。看来 NASA 是打算在未来的月球基地上大规模的运用网络设备了。到这儿，我已经简单的介绍完了 IM-2 任务的目标和有效载荷。现在让咱们再来看看它的奔月路线吧。在奔月路线上， IM-2 没有像 Blue Ghost M1 一样在地球和月球的轨道上花费太长的时间，而是选择了直接奔月。3月3号，
雅典娜将进入月球轨道，3月6号它将着陆月球。如果雅典娜的这次着陆也能够取得成功，原定于今年10月的 Nova-C 的第3次任务 IM-3 很可能就不会延期。到那个时候 Nova-C 很可能会成为第一个入选阿特米斯计划的 CLPS 产品。现在 IM-2 着陆月球的日期已经临近，就不妨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它到时候的表现吧。好，关于 Nova-C 月球着陆器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。不知道您在看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，欢迎您给我留言，咱们可以一起讨论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提醒您，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，请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。同时也欢迎您转发、评论、点赞。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